第8章大闹幽冥界。孙悟空回到花果山，众猴见他一身金灿灿披挂，手持金光闪闪铁棒，无不欢欣鼓舞。那花果山水帘洞前，千百只猴子猴孙夹道欢迎，有的敲锣，有的打鼓，有的挥舞彩旗，热闹非凡。悟空将那金箍棒竖在当中，叫声小，即时就小作一个绣花针儿相似，可以塞在耳朵里面藏下。众猴骇然，叫道：大王，还拿出来耍耍？悟空笑道：这宝贝随我心意，要大就大，要小就小。又将宝贝托于掌上，叫大，即就大作斗来粗细，2丈长短，金光万道，锐气千条。他弄到欢喜处，跳上桥，走出洞外，将宝贝攥在手中，使一个法天象地的神通，把腰一弓，叫声长，他就长得高万丈，头如泰山，腰如峻岭，眼如闪电，口似血盆，牙如剑戟。手中那棒，上抵33天，下至18层地狱，把些虎豹狼虫、满山群怪、72洞妖王都吓得磕头礼拜，战惊惊魄，散魂飞。众妖王齐声高呼：大圣神通广大，我等愿归顺麾下。悟空收了法相，将宝贝还变做个绣花针，藏在耳内，复归洞府。慌的那个洞妖王都来参贺，献上奇珍异宝，美酒佳肴。一日，在本洞安排筵宴，请6王赴饮。那6王乃是牛魔王、蛟魔王、鹏魔王、狮驼王、猕猴王、鱼龙王。当日酒席上，山珍海味摆满桌案，琼浆玉液斟满酒杯。众王推杯换盏，猜拳行令，直吃得酩酊大醉。牛魔王醉醺醺地说道：贤弟神通广大，将来必成大器。悟空笑道：哥哥过奖，小弟不过是有些本领罢了。送走6王后，天色已晚，悟空在铁板桥边松印下，霎时间睡着了。月光如水，洒在他身上，四周虫鸣唧唧，一片宁静。正睡梦间，只见4个人手拿一张批文，上有孙悟空3字，走近身，不容分说，套上绳，就把悟空魂灵儿锁了去。悟空只觉身子轻飘飘的，踉踉跄跄，直带到一座城边。悟空见觉酒醒，忽抬头观看，那城上有一铁牌，牌上有3个大字，乃幽冥界。城门阴森恐怖，黑雾缭绕，鬼哭狼嚎之声不绝于耳。悟空顿然醒悟道：幽冥界乃阎王所居，何为到此？那2人道：你金阳寿该中，我2人领批，勾你来也。说罢，又要拉扯悟空进城。悟空听说，心中大怒，道：我老孙超出3界外，不在5行中，已不服他管辖，怎么朦胧又敢来勾我？那2个勾死人只管扯扯拉拉，定要拖他进去。悟空恼起性来，耳朵中撤出宝贝，晃一晃，挽来粗细，略举手，把2个勾死人打为肉酱，自解其锁，轮着棒打入城中。唬得那牛头鬼东躲西藏，马面鬼南奔北跑，众鬼卒奔上森罗殿，抱着大王祸事，外面一个毛脸雷公大将来了。10代冥王即整衣来看，见他凶恶，即排下班次，应声高叫道：上仙留名，上仙留名。悟空手持金箍棒，大步流星走上殿来，喝道：你既不认得我，怎么差人来勾我？10王道：不敢，想是差人差了。悟空道：我本是花果山水帘洞天生圣人孙悟空，你等是什么官位？10王躬身道：我等是阴间天子时代冥王。悟空道：快报名来，免打。10王道：我等是秦广王、楚江王、宋帝王、五官王、阎罗王、平等王、泰山王、都市王、变成王、转轮王。悟空道：汝等既登王位，乃灵显感应之类，为何不知好歹？我老孙修仙了道，与天齐寿，超生3界之外，跳出5行之中，为何众人拘我？10王道：上仙息怒，普天下同名同姓者多，敢是那勾死人错走了也。悟空道：胡说！常言道，官差吏差，来人不差，你快取生死簿子来我看。10王闻言，即请上殿查看。悟空执着如意棒，径登森罗殿上，正中间南面坐下，
石王即命掌案的判官取出文簿来查，那判官不敢怠慢，便到司房里捧出5、6部文书并10类簿子，悟空逐一查看。那生死簿上密密麻麻记载着天下生灵的姓名寿数，直到那魂字1350号上方注着孙悟空名字，乃天产石猴，该寿342岁，善终。悟空看罢，冷笑道：我也不记寿数几何，且只消了名字便罢，取笔过来。那判官慌忙捧笔，饱帖浓墨，双手递上。悟空拿过簿子，把猴属之类但有名者一概勾之。那一笔下去，墨迹淋漓，所有猴子的名字都被划去。悟空啄下簿子道：了账，今番不服你管了。说罢，一路棒打出幽冥界。那十王不敢相近，都去翠云宫同拜地藏王菩萨，商量其表，奏文上天。悟空打出幽冥界，忽被草绊了一跤，猛地醒来，乃是南柯一梦。他揉揉眼睛，只见花果山依旧，水帘洞依旧，众猴依旧在洞前嬉戏。他将梦中之事说与四健将，众猴都来贺喜，叫道：恭喜大王！从此山中猴鼠皆不服阎王老子所管，可以长生不老了。悟空哈哈大笑，心中暗喜，老孙果然神通广大，连阎王都要让我3分。自此花果山众猴更加敬服，日日操练兵马，准备迎接更大的挑战。却不知这一闹惊动了天庭，引来了更大的风波。本章完，下章预告：四海龙王与冥司秦广王各进表彰，将孙悟空大闹龙宫和幽冥界之事奏闻玉帝。玉帝大怒，欲遣将擒拿。太白金星献计招安，孙悟空将如何上天？弼马温又是什么官职？敬请期待第9章天宫诏安。